为了把年仅3岁的弟弟彻底赶出这个家，9岁的哥哥每天挖空心思用尽各种手段折磨着年幼的弟弟，会趁着爸爸熟睡故意教唆弟弟闯进房间大喊大叫。 아빠 일어나라고 해. 네, 아빠 일어나세요. 걔랑 더 크게. 平日里他更是变本加厉，经常借着玩耍的名义故意打弟弟，举着棍子满屋挥舞追打恐吓，处心积虑制造压迫感。长期的惊吓与折磨让年幼的弟弟整日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夜夜失眠，噩梦缠身。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男孩甚至对妈妈放出狠话，扬言自己早晚有一天会除掉弟弟。如此极端的言行彻底吓坏了夫妻俩，万般无奈下只好寻求顶级育儿专家吴博士的帮助。妈妈坦言，自从小儿子出生后，身上就总是频繁出现各种伤口和淤青，爸爸也曾多次训斥管教，甚至体罚过男孩，可他不仅毫无悔意，反而愈发叛逆极端，还染上了偷东西的恶习。家附近的文具店几乎都被他偷了个遍。这天，爸爸在陪弟弟说笑聊天，妈妈则在房间里照顾刚出生仅30天的小女儿，只剩男孩独自待在屋里，显得孤单又无聊。不久后，爸爸有事准备外出，临走前特意叮嘱他好好照顾弟弟。怎料爸爸刚踏出家门，男孩就立刻原形毕露，快步冲到客厅，一把抢走了弟弟身上的被子。弟弟吓得放声大哭，不停喊着找妈妈。而妈妈此时正忙着安抚哭闹的小女儿，完全没有察觉到客厅里发生的一切。弟弟刺耳的哭声吵得男孩愈发烦躁，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触目惊心。 他竟直接拿起被子死死捂住弟弟的头，弟弟哭得撕心裂肺，几乎喘不过气，而男孩脸上的笑容却愈发诡异扭曲，哪怕弟弟哭得嗓子都哑了，他也没有半点心软和安抚，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折磨惊恐无助的弟弟，不停做鬼脸恐吓，还肆意暴力拉扯弟弟的头发。 整整2个小时，弟弟都在恐惧和委屈中不停哭泣，直到妈妈终于哄睡小女儿，听见客厅的动静后，才急忙把饱受折磨的弟弟叫进房间。这场无休止的欺凌才终于被迫终止。男孩躺在地上，满脸不甘、意犹未尽的模样让人不寒而栗。演播室里目睹全程的爸爸更是满脸责怪地看向了一旁的妻子。看到这里，吴博士当即叫停了视频。 얘가 공포를 주는구나. 그러니까 조금 잔인하다는 느낌이 들죠. 애들끼리 막 싸움이 일어나서 막 기분이 나빠져서 확 달려들고 他询问夫妻俩是否知晓孩子频频作恶的真正原因。妈妈觉得儿子只是想博取家人关注，爸爸则笃定地认为他就是单纯的以欺负弟弟为乐。然而随着观察的深入，大家才逐渐意识到事情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画面中，男孩正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东西，在他正要下楼继续寻找时，突然被爸爸拦了下来，让他不要再找，并拿出照片质问他是不是偷了别人自行车的车灯。男孩支支吾吾的不敢承认，谎称车灯是向朋友借来的。爸爸当即让他联系朋友核实，男孩又借口说自己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这番狡辩彻底激怒了爸爸。 한마디로 오랫동안 방치돼 있는 자전거에 뭘 아니야 여지껏 네 방식이 그랬잖아. 等妈妈到家后，爸爸逼着儿子向妈妈认错。看着泪流满面的孩子，他没有半点心软，依旧不停数落，指责他不仅欺凌弟弟，还屡屡偷窃，犯下种种过错，竟然还有脸哭，言语间毫不掩饰对男孩的失望。 맨날 나쁜 짓이란 나쁜 짓은 다 해놓고 왜 울어? 吴博士说，男孩施暴偷窃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引导慢慢纠正。他观察到爸爸似乎打心底里对男孩抱有一种天然的成见，遇事从不询问缘由，开口便是指责，因为总是不断惹麻烦。男孩早就被父母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这份偏见如同一道枷锁，孩子能清晰感知到家人的态度，内心饱受煎熬，甚至陷入绝望。吴博士判断，男孩出现暴力倾向，染上偷窃恶习，背后的根源很可能就出在父母身上。到了饭点，见迟迟没人招呼吃饭，男孩主动告诉爸爸自己饿了，可爸爸只顾着逗小女儿开心，完全无视了他的诉求。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薯片坐在沙发上吃。见爸爸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过自己，他试着笨拙地逗妹妹玩，还故意对着妹妹贴脸开大打了个又大又响的大棒子，当场把妹妹熏到大哭。爸爸都快无语死了，只能耐心安抚哭闹的小女儿。这时，妈妈抱着弟弟走出来，满脸不悦，抱怨妹妹的哭声吵醒了弟弟。 오빠가 무서웠어? 一家4口围坐在沙发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男孩。其乐融融的一幕衬得他格外落寞，像一个格格不入的外人。他忍不住扑进妈妈怀里撒娇亲近，可妈妈只顾着和爸爸聊天，没有给他半点回应。之后一家人外出吃饭，等餐过程中，弟弟一直伸手摆弄煤气阀，男孩看到后连忙制止。 너 위험해서 그래. 没能玩上阀门的弟弟又拿来勺子和夹子把玩，男孩觉得这样做也很危险，想上前把东西收走，结果却立刻遭到了妈妈的厉声训斥，瞪着双眼警告他不许再靠近弟弟，满眼的嫌弃让男孩瞬间僵在原地。等到烤肉上桌后，身旁的爸爸全程细心照料对面的弟弟，温柔询问他的需求，还帮他把肉一块块剪好。男孩试着主动搭话，可弟弟又很快起身去找妈妈。爸爸见状也紧随其后离开餐桌。迟迟等不到家人回来的男孩，最后只能独自默默吃完这顿饭。到家后，他一把躺在爸爸腿上，努力想要靠近家人，可在父母眼中，他似乎没有任何存在感，无论他怎么示好，都得不到一丝温情回应。他主动帮抱着弟弟的爸爸揉肩放松，换来的却是爸爸严厉的呵斥，让他不要在这里碍事。一次次小心翼翼的讨好，换来的全是冷眼与训斥。男孩捂着脸，掩饰着心底翻涌的悲伤。这时，一旁的弟弟正在不停踢着爸爸的手。当听到爸爸说很痛时，男孩立刻表示自己会保护爸爸，接着坐到
两人中间制止弟弟的举动。在听到弟弟的哭声后，妈妈抬手就给了男孩一巴掌。爸爸也在一旁责怪他不懂事，故意忍弟弟哭闹。妈妈冷着脸严肃地表示，这么喜欢做就让你一个人在这做个够。看着父母离去的背影，男孩感到无助又难过。他独自坐在沙发上，一边苦笑一边擦去泪水。他想要的不过是父母多看自己一眼，可到头来好像所有事情都被自己搞砸了。演播室的嘉宾们看到这里都哭成了泪人，满眼心疼地看着这个渴望被爱被包容的孩子。可反观夫妻俩的表情却是毫无波澜，一脸的无所谓。深夜等全家都熟睡后，男孩悄悄拿出手机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发去信息。原来这是一个再婚重组家庭，男孩是妈妈和前夫的孩子，而弟弟和妹妹则是妈妈和现任丈夫的孩子。吴博士询问妈妈，男孩多久能见一次亲生父亲？妈妈说，在婚前孩子每2个月就能和生父见一次面，在婚后受各种因素影响，父子相见变成了半年一次。现任爸爸坦言自己从小也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深知父爱缺失对孩子的伤害，所以他从不介意孩子和亲爸来往，平日里也一直把男孩当亲生儿子对待。也正因如此，他对男孩的教育格外严格。为了改掉儿子偷东西的坏习惯，妈妈做了一个自以为无比正确的决定。别人都想方设法把孩子往城里好学校送，她却偏偏在男孩小时候将他独自送往农村寄宿学校，想着让他远离城市诱惑，改正恶习。起初一切还算顺利，可没过多久，男孩就彻底变得叛逆不听话，问题百出。对此，吴博士一语道破真相，字字戳心。首先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看，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伴侣和孩子，而自己成了那个多余的人，最后还被独自送到乡下。这在年幼的孩子心中根本不是磨练，而是被抛弃被流放。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失落、委屈与抑郁层层堆积。年纪尚小的他还不懂如何疏导负面情绪，无法消化被抛弃的痛苦，最后只能将所有情绪转化为叛逆、暴力、偷窃等极端行为。妈妈还委屈地辩解说，孩子住校期间自己每天都会和他通电话，孩子也总说自己在乡下过得很开心。어머니, 그게 어떻게 재밌겠습니까? 他假装快乐，刻意懂事，只是想拼命表现讨好妈妈，盼着能早点被接回城里，回到家人身边。而后来他彻底摆烂，再度叛逆，惹事是因为他慢慢绝望。他终于意识到，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听话，妈妈都不可能再接自己回去了。他不断惹事博取关注，从来不是本性恶劣，只是这个缺爱自卑被边缘化的孩子在用自己幼稚的方式拼命讨要一份本该属于他的爱。节目最后，男孩也彻底卸下所有伪装，对着镜头袒露了心声。在他看来，父母所有的疼爱全都分给了弟弟妹妹，自己从来没有被偏爱过。当谈及家人对自己的看法时，他难掩悲伤，心里比谁都清楚。在这个家里，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了惹人厌烦的问题孩子。他坦言自己在这个家里无比孤独，从来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下来认真听他说话，用心陪伴他。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有的方法他都试过了。他无数次卑微的渴望被爱， 아빠는 안 하죠. 换来的却是冰冷的一句乞讨。 나와. 看见妹妹哭闹，他想上前帮忙，笨拙的逗妹妹开心，却依然被大声呵斥。 그만 좀 건드려. 想帮忙哄弟弟睡觉，却依旧被无情驱赶。 나가. 나도 애들이거든. 나가. 애들 재우게. 날 좀 더 사랑해 줄라? 一次次主动靠近，一次次被残忍推开，无情驱赶。久而久之，这个原本渴望温暖的男孩，最终彻底活成了这个家里最孤独、最多余的人。好在节目最后，吴博士给出了解决方案。其实男孩的问题不难解决，他的本性并不坏，所有的叛逆与恶行都是缺爱催生出的表象。他想要的从来都不多，只是一份归属感，只是想真切感受到自己也是这个家里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就够了。为此，吴博士为这个家庭量身定制了一套情景心理治疗。通过情景重现的方式，让每位家庭成员都袒露心声，解开彼此的心结，消除长久以来的隔阂与误会。同时，吴博士也给父母定下了专属的陪伴规则。每晚临睡前，妈妈都要放下手头琐事，专门留出时间陪儿子谈心，倾听他的心事。除此之外，一家人还坚持每隔2天就录制爱的表白视频，互相倾诉心意，拉近彼此距离。日复一日的用心陪伴，慢慢消融了父子间的隔阂。两人的感情愈发深厚，每晚睡前的视频聊天成了两人最温暖的约定。闲暇时，父子俩还会亲密互动，一起搓澡谈心。爸爸也开始主动走进孩子的生活，特意出席他的同学聚会，带着他和小伙伴们一起聚餐，用心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曾经矛盾不断的兄弟俩也彻底改变了相处模式。弟弟调皮不听话时，哥哥会耐心温柔的教导。在满满的爱意与包容中，那个满身戾气、爱惹麻烦、靠出格行为博取关注的小男孩彻底蜕变成长。曾经的暴力、叛逆与恶习尽数消散，眼神变得温柔又纯粹。这份迟来的偏爱与陪伴治愈了他童年的所有伤痛。相信往后余生，他都能带着满满的安全感，自信、坦荡、健康、快乐的成长。